娱乐圈的风向正在悄然转变，表面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中，杨紫与胡歌，一个是90后的实力女演员代表，一个是陪伴一代人青春的男神级人物，竟在不同的赛道上双双赢得漂亮，让人不得不感叹，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埋没。杨紫这位从童星一路成长起来的女演员，早已不再是那个《家有儿女》里的小雪。她用一部部作品，从香蜜沉沉烬如霜到亲爱的、热爱的，再到即将播出的古装大剧《青簪行》，步步为营，扎实打磨演技。不靠炒作，不拼流量，她靠的是角色塑造的真实与共鸣，把情感传递给观众。她是90后中极少数既有口碑又有市场号召力的女演员，正在悄然改变流量主导的娱乐格局。而胡歌，这位曾以《仙剑奇侠传》火遍全国的男神，在经历人生的沉淀与低谷后，早已跳脱偶像标签。他不急不躁，稳步前行，从《琅琊榜》到《繁花》，用实力证明岁月可以带走稚嫩，却赋予演员厚重。他的每一次回归，都是一场对好作品的坚持和诠释。他不在乎一时热度，却牢牢抓住了时代的脉搏。如今，杨紫与胡歌虽然风格不同，路线迥异，但他们的成功却不约而同地传递出一个信号：娱乐圈的审美和价值观正在向内容为王、演技为本靠拢。真正沉得住气、演得出彩的人，终究会迎来属于他们的春天。他们不是昙花一现的流量明星，而是扎根深厚的参天大树，在风云变幻中愈发挺拔动人。他们的胜利不只是个人的荣耀，更是整个行业转型与成熟的缩影。杨紫从童星一路走来，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在《家有儿女》里古灵精怪的小雪，如今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收视女王。从家庭情景剧走进古偶、现代剧，再到现实题材大剧，她几乎用10几年的时间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演技派3个字刻进了观众的心里。一位在横店做副导演的朋友曾和我聊起她，说起杨紫时言语中满是佩服。他说，杨紫在片场真的很拼，尤其是拍哭戏，经常一个镜头要练好多遍，反复酝酿情绪，有时一直磨到凌晨2、3点才收工，完全看不出一点明星架子。这样的描述并不惊人，却足够动人。他不是靠人设讨喜，不靠人海战术刷脸，他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努力和角色共鸣，稳稳立住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席之地。而这份敬业，也正是他和一众靠演药水演哭戏的流量明星之间最明显的差别。在特写镜头前，他不需要强行挤泪，因为他早已沉浸进角色，把情绪酝酿成了真实的痛感。这种真演技不是炫技，也不是套路，而是让人看着就会心疼、共情的情绪传达。他的成功不是偶然，而是一场关于热爱与坚持的长跑。杨紫用10几年在片场留下的泪水、汗水，换来了今天观众对她演技的认可。也正是这样的她，让我们相信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，仍然有人脚踏实地、静水深流。杨紫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火了，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亲爱的、热爱的，每一部都是收视与口碑的双丰收，让她稳稳坐上了爆剧体制女演员的宝座。打开收视曲线图，几乎就是一路飙升，直冲云霄。她成了观众心中那种只要她演，我就追的演员代表。可话说回来，总有些声音不怀好意的跳出来，她是不是整容了？听到这种说法真的挺让人无奈的。说句实话，这年头谁还没微调过点什么？尤其是娱乐圈，女明星每天活在高清镜头下，被放大、被对比、被评头论足，
那种无形的颜值压力简直大到窒息。杨紫从小就在镜头前长大，从童星蜕变为当红女主，这个过程本身就伴随着面容和气质的自然变化。即使她有过调整，那也是为了让自己在大银幕上呈现得更好、更自信。说到底，一个演员的演技和作品才是他立足的根本，而杨紫恰恰在这方面从不让人失望。真正让人揪心的不是她变了这个表象，而是整个行业对女明星外貌的苛刻与偏见。演技不够被骂，颜值不稳也要被挑剔，仿佛他们只能在完美无瑕的审美审判下小心翼翼地活着。可庆幸的是，杨紫扛住了这些质疑，她用一部部作品证明，观众想看到的是角色的灵魂，而不只是脸蛋的精致。她在角色中成长，也在质疑中成熟，愈发坚定地走出属于她自己的那条路。一提到胡歌，你是不是脑海里还会自动跳出《仙剑奇侠传》里李逍遥的身影？那个仗剑走江湖、痞帅的少年，是多少人青春的回忆。但如果你还停留在这个印象里，那就太低估他了。这些年，胡歌早已完成了从古偶男神到实力派演员的华丽转型。他没有被当年的流量和光环束缚，反而不断突破自我，把演技打磨得愈发细腻沉稳。《琅琊榜》中的梅长苏就是他彻底封神的代表作，一个身中奇毒、外表文弱却谋略深沉的角色，被他演绎得入木三分，观众追剧追得热血沸腾，媒体直接封他为国民男神。可就在大家以为他会乘胜追击，继续霸屏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做出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，放下所有热度和光环，远赴国外留学深造。这波操作当时真是惊掉一地眼镜，多少人红了都巴不得趁热打铁，而他却选择归零，选择静一静，重新审视表演，审视自己。有人说他疯了，可现在回头看，那一步反而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。他变得更沉稳，也更有深度。回归之后，无论是猎场县委大院，还是话题爆棚的繁花，他都不再是那个偶像演员，而是一个真正用角色说话的成熟艺术家。胡歌没有急于证明自己，而是选择让时间证明一切。他不再是那个只靠脸吃饭的李逍遥，而是一个愿意放下光环，重新出发的胡歌。这份清醒和定力，在今天的娱乐圈实属难得。圈内人都知道，胡歌在私下是出了名的佛系，对待名利，他看得比谁都淡。他从不刻意争抢热度，也很少出现在炒作话题的中心，却始终是观众心中那个有分量、有底气的演员。有人说他太清冷，不够卷，可真正了解他的人才知道，他走的是另一条路，一条属于坚持本心的路。他曾说过一句话，被很多人奉为胡歌名言：我不想在最好的年纪做重复的事情。这句话太让人动容了。他不仅道出了他对演艺事业的理解，也让无数路人直接路转粉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他却选择了慢下来，沉下去，不愿做迎合市场的工具人，而是真正想演自己认可、热爱的角色。最让人佩服的是，他为了追求创作的纯粹，宁可拒绝多个炙手可热的商业大 IP。据圈内爆料，他本有机会出演好几个投资过亿、收视稳稳在前列的爆款剧，但他却婉拒了，只为投身像《山河令》这样更贴近他审美与价值观的项目。虽然这部剧不一定能带来最直接的热度和曝光，但在他眼里，那是值得的。如今的娱乐圈，有演技的演员不少，有名气的更多，但能像胡歌这样甘愿放弃走捷径，坚持做难而正确的选择的，又有几个？他从不追风口，也不靠资本包装自己，
却始终在用角色发声，用作品说话。他用行动告诉我们，演员不是明星的代名词，而是一份信仰，一种坚持。他所坚持的那份佛系，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清醒和清贵。在名利汹涌的娱乐圈，他活成了一个稀有而真实的存在。虽然杨紫和胡歌从未在作品中合作过，但有一点倒是惊人的相似，他们对待感情的态度出奇的低调克制。要知道，在娱乐圈这个常在河边走的地方，明星们的恋情八卦几乎层出不穷，今天谁被拍，明天谁又塌房，几乎成了日常。但偏偏这两位，一男一女两位顶流，居然能在这么多年里始终把私人情感守得严丝合缝，几乎从未被真正实锤过。这在如今的内娱，真的可以说是异类般的存在了。我有个做娱记的朋友，跑过不少大明星的新闻，他私下跟我透露过一句，杨紫和胡歌的团队保密工作做得特别严密，想拍他们的私生活，难度堪比拍国家机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意识到，他们对感情的处理方式，并不是因为没有故事，而是选择了不让故事变成舆论。杨紫曾被传出过几段感情绯闻，但从未主动回应炒作，哪怕是和搭档转得最火热的时候，他也从不借势营销 CP， 始终守住界限。而胡歌更是佛中之佛，从未主动谈过感情细节，哪怕网友天天催婚催恋爱，他也只是淡然一笑，一句缘分未到就带过了。他们的克制并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尊重，对自己也对对方。娱乐圈太多用恋爱博流量的套路，但杨紫和胡歌选择用作品说话，把生活藏在镜头之外，这种低调反而更显珍贵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会演戏的人很多，但能守得住边界、守得住私人的人真的不多，而他们正是这少数中的佼佼者。那他们为什么能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他们懂得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他们明白，演员不是流量的奴隶，而是作品的守护者。他们懂得转型的重要性，也敢于拒绝诱惑。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值得接，也不是每一次曝光都必须争。对比之下，有些明星就显得格外急功近利，一味的追求热度、刷存在感，今天上综艺，明天炒绯闻，热搜霸榜的背后，却是演技空心化，作品乏善可陈。等到塌房来临，才发现所谓流量，不过是一场脆弱的虚火。而杨紫和胡歌之所以能一路走到今天，靠的从来不是营销神话，而是对作品的高度专注。他们不是那种靠人设起家的人，而是把每一个角色都当作人生阶段的沉淀，把表演当作修行去打磨。媒体曾经这样评价他们的成功，他们身上有一种与浮躁时代格格不入的安静。这句评价并不夸张。无论是杨紫在情感剧中把女孩的敏感与倔强演得入木三分，还是胡歌在历史正剧中用眼神传达人物的隐忍与信仰，他们都在用一部部作品告诉观众，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演技，而不是热搜。粉丝之所以钟情他们，不是因为他们时刻出现在镁光灯下，而是因为他们始终站在作品的前面，让角色成为记忆，让演技成为底气。娱乐圈变化快，但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那些靠实力说话的人，哪怕慢一点，终究会被看见。而杨紫和胡歌正是这股慢火系炖力量的最佳代表。